王牌天神里几乎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只有一件事情无法改变，那就是他无法靠着超能力让瑞秋爱上布鲁斯，因为那是瑞秋的自由意志。显然，某些人已经超越了上帝，找到办法可以操控自由意志的选择，而且还让你以为那真的是你自己做出的决定，货真价实的被卖了，还帮对方数钱呢。Hello guys， 欢迎回来 Neko 喵的说书时间。今天要来谈谈的这本书是21世纪的21堂课，作者哈拉瑞同时撰写了另外2本《人类大历史》和《人类大命运》，都是畅销到不能再畅销的世纪大作。YouTube 上面众多说书人推荐，但我必须老实说一句，他前面这2本我都没看过，主要原因是过去已发生无法改变，未来还没到我无能为力，所以不管是历史还是命运，我的个性反而比较重视当下的问题。今天这本21世纪的21堂课要讨论的就是现在人类有可能面临的第一难题。先说看完这本书，我有一点焦虑，倘若这些问题成真了，真的有点糟糕，而且有不少是连我都能感受到的。那哈拉瑞的其他推测就很有可能成真。书里囊括的范畴很多，从政治到宗教、文化等等，所以我就我看到的，并且我体认到最深刻的角度切入，来分享这本书给你们。可能会有点恐怖，但我尽量别讲得太像阴谋论。那就是自由意志即将不复存在。好，别怕别怕，姐姐在这里慢慢说给你们听啊。过去网络世界还没这么发达，如果我们有任何疑问想找资料，通常不是往图书馆跑，就是问身边的长辈。经验靠着传承累积，无奈人脑常有旦夕祸福。现在不必这么麻烦了，有任何问题问 Google， 甚至不用打字，Siri 或 Google 小姐就能搞定一切。小至绕口令，大至茶餐厅都没有问题，一手包办简易生活起居。你会说，那很好啊，这就是科技进步的结果啊。我们仰赖 Google 记录我们的生活，仰赖 Facebook、Instagram 关注朋友，甚至在 YouTube 和 Netflix 上面记录着品味和喜好。久而久之 ，Google 记录着你的个资，还能进一步的得到你的癖好，掌握你的品味。搭配 YouTube 上面的影片观看记录 ，Google 可以更准确的推荐下个月你有可能喜欢的电影。根据去过打卡的餐厅，可以得知附近有哪些小吃你也许感兴趣。久而久之，看似方便的生活都是被某些特定财团笼罩。很简单，因为他们掌握了21世纪最珍贵的资源——资讯。还记得啾啾鞋曾经做过一个实验，想知道 Google 到底有没有在监听我们的生活。那个时候他说实验失败。其实第2次实验的时候，确实是有出现宠物店的广告，只是太小了，他没注意到。短时间内大量念出同一个单词，很刻意，但你一定有留意过，刚去逛完某个网络商城，可能去其他的网站，在右手边会出现相关广告。目前不论是哪一个社群平台，多数都是靠着提供免费资源、服务或娱乐来吸引我们的注意，再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卖给广告主。然而，他们真正要的不是卖广告，而是取得大量的个人资料。网络使用者不单是顾客，更是商品。根据哈拉瑞的说法，大数据再继续扩张下去，第一个消失的会是广告业，因为与其相信一个写得很优美的广告词，不如直接相信演算法依据你所需要而推荐你的商品，要不买单实在太难了，对吧？得到这些资料之后呢，结合人工 AI， 未来 Siri 可能在叫你起床之后，连接你手上的智慧手表，建议你早上该吃的早餐和今天要运动的分量。看起来是科技，实际上又默默地得到了你身体资讯，传送到云端后，跟大数据结合统计，马上就能分析出你身体的健康状况，接着将这份资料同步到公司和银行资料库里，很可能因为健康状况不理想，提前得到了不知薪特休和拒绝贷款的通知。未来我们甚至不需要浪费时间谈恋爱了，提供需求就能依据喜好和兴趣找出最适合的伴侣，契合度连婚前健康检查都达到标准的那一种，省下了很多时间，也错过了身为人类的很多乐趣。等等，先别急着把手机丢出去。可怕的还在后头呢。假设今天大数据俨然已经成熟，可以跟 AI 机器人同步，依赖经验、需要准确度的职业，很容易在第一时间被取代。像是
需要遵守交通规则的司机，依据病症诊断开刀的医生、精算师、分析师、财经专家，几乎是没有什么职业不会被取代，就是时间快慢而已。但我觉得不需要太过焦虑，因为一个行业的消失，就一定会有其他不同的需求诞生。未来人类要训练的不是单一求生技能，而是变换跑道速度的能力。换言之，培养多种不同的兴趣，寻找自己的可能性，往内探求和深造，变成未来人类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。嘿，对，上一秒我还在讲科技，下一秒就在讲禅宗了。但这真的不是不可能。当多数人类变成无生产力的商品，而少数资源和权力掌握在顶尖人士手里，那最终会是什么样子？生物科技现在能轻松地买到年轻貌美，往后是不是用钱就能买到青春永驻，甚至能定做下一代的基因？金字塔顶端和底端的拉距会越拉越大，不需要明显的阶级，很自然人类就被分割成不可利用、可利用、顶尖精英。可怕的是，这个阶级制度还可能是世袭制，这些真的不是我在胡乱，而是已经有在讨论的议题了。底特律原本可能只是一个 PS 上大家热烈讨论的游戏，以后我们有很高的机会就生活在底特律里面。只是那些机器人不见得是人形，医疗机器人可能是奈米的形态活在我们体内，智慧手表不再是穿戴，而是植入在手上，或者是漂浮在高空中的显示萤幕啊之类的。总之，人类不会放弃自己是万物之灵的概念，殊不知统治文化早就已经发生变异了。真的到那一步， AI 或是大数据都不会是我们的敌人，真正该思考的是，谁配拥有这些数据资料？政府？财团？我不知道谁有这个权利，但我只知道未来要统治世界，好像真的没有这么难了。首先，先从面试 Google 的工作开始吧。是不是给你一个学好英文的动力啊？所以来去订阅阿迪英文。短时间内可以确定的是，网络世界为了要抓住大家的目光，会充斥着很多需要和不需要的内容，而且越是哗众取宠的节目，越是容易被演算法推至高处。内容不需要好，不需要优质，甚至不需要带动社会优良风向，哪怕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有点阅有流量，就有演算法在背后挺你。顺带一提，负面情绪的确是比较容易引起共鸣的一种创作表现手法，比起感人肺腑，直接让你吓破胆还比较简单。因为每个人喜欢的、感动的地方不一定相同，但是讨厌和害怕的东西都8、9不离十。所以下次又有哪个网络创作者引发你负面情绪，让你觉得恶心、想吐、唾弃的时候，先别急着到他的频道去怒骂他祖宗18代，最好让这些内容消失的方式：不订阅、不关注、不讨论。没有观众，他们自然就会消失不见了。来，跟着我念一次哦：不订阅、不关注、不讨论。太棒了，你做到了呢！21世纪的21堂课，内容当然不会只有我讲的这么浅，我只是针对我比较懂的部分提出跟大家讨论。整本书基本上都围绕着 AI、大数据、演算法3个目前网络上很重要的核心，讨论他们会如何影响各个生活层面。认真说，我自己也还没看得通透，但它真的很值得慢慢看、细细品尝，绝对还有太多能讲的地方。光是17和18堂课讨论假新闻和科技小说，我感觉又能再写一支说书影片，或者开个直播狠狠的讲1个小时了。倘若你是很喜欢跟朋友辩论，或者有看过哈拉瑞前2本书，甚至什么都没看过，只是单纯很喜欢底特律的故事，真的该抽时间看看这本21世纪的21堂课，保证大呼过瘾，又替自己捏了一把冷汗。最终要记住，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，而人性永远都是源于懒惰，所以一切的发展都是我们自找的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用订阅代替掌声，或者在下方帮我按个喜欢。我们下星期2晚上8点说书时间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如果有一天让 AI 挑工作和伴侣，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它挑对了。
当机器比我还了解我自己的时候，那到底为什么还需要我这个人的存在呢 ？P.S. 我最近的人生体悟，最完美的解答，不见得是对的解答。这句话要有点年纪才懂呢。